花生哦，美國花生零關稅。張麗善說這是雲林縣長說是滅農，把農民滅掉了哦。農業部說你是要政治操作，張麗善就罵農業部長陳俊記說：“我為農民發聲有什麼錯？滿腦子你都是政治。我聽農民講話，你就說是政治操作啊。哦”那當然，今天美國花生要來零關稅。那我們農業部就說台灣花生好吃，台灣花生好吃，沒錯，黑金剛什麼非常好吃。美國花生難吃嗎？我一再強調，你吃過多少美國花生？美國花生好吃極了。Virginia 的花生又大顆，又脆又香，怎麼會難吃呢？美國的 peanut butter 那種花生醬好吃極了，所以你不要貶低人家嘛，你想辦法怎麼因應嘛，對不對？那現在更荒謬了，說美國的花生如果在台灣加工，可以標 MIT。很多進口花生不見得是賣給零售吃的了，他們做原料哦，花生醬什麼這些原料會放在某些食物裡面。那如果你今天它便宜，是你的價錢的將近3倍，就是你比它貴將近3倍，它幾乎你是1/2到1/3，這麼便宜，那麼大量，然後呢加工還說它是台灣做的。那都是法律就這樣規定，這是台灣做的。那這樣的話，你自己想想看，消費者根本沒辦法辨認了嘛？消費者以為就是台灣的、啊，你會標說花生是美國的，但是呢，在台灣把它磨碎了加工，你會這樣標嗎？還是就說是 MIT？ 哦，然後你就可能是低價，然後呢混充高價的產品嘛？可以這樣子嗎？哦，這真的很過頭。然後呢，農業部說這不是洗產地，農民就說這是製造問題，加工怎麼就變成國產的呢？加工還不是它還不是國產的，就不是國產的、啊、哦。陳俊進就說，反正口口聲声就說我們花生有特色，放心好了，我們這個美國花生進來不是跟台灣花生競爭，是跟印度競爭，是跟巴西競爭等等等等。哦，那雲林農民呢說可能會變成低價滯銷，而且要改種也不知道被降下，改種也不知道種什麼了，主要80%在雲林。20%幾在彰化，那彰化縣長王惠美就說中央應該審慎評估了哦，零關稅了哈。那好了，之前是馬鈴薯說呢長芽的有毒的都可以進來了，以前就要退，現在進來了，開始要告訴你把它挖掉就可以，還可以那顆有毒的都還可以吃，不是只把有毒拿掉，其他可以吃。後來大家吵凶了，那左榮台就一顆一顆檢查，那一顆怎麼檢查呢？一個貨櫃進來幾十萬顆，後來又改了什麼2%到10%，還有說60%，反正搞得他糊裡糊塗。好，馬鈴薯還沒搞完，現在花生來了，花生來了以後，現在有柑橘也來了，哦，然後我們的農業部理由都是很少了，很少了，很少是以前吶、啊。為什麼以前很少呢？因為以前有關稅，已經有保護嘛。那你沒有關稅，沒有保護以後，還會很少嗎？你看牛肉好了，當然對消費者來講也不見得是不好了，但是對農民來講一定不好嘛。美國牛以前我們一直阻擋它，對不對？但美國牛進來了，今天你吃牛肉麵，你發現牛肉變多了，尤其牛筋變多了。以前牛筋多貴啊！哦，牛筋哇，這個好貴好貴的東西，對，比牛肉還貴。現在牛筋很多是什麼？美國人不吃牛筋嘛，所以你去現在我們講美國牛筋牛肉麵，那牛筋一大堆哦，但是。對你養農的農民一定有傷，一定會有傷嘛，哦，所以你們老是說占很少占好，那是以前占很少，以後就不見得會占很少，在講什麼？哦，所以台中市政府很急，說呢祭出柑橘3件，哦，3大對策了，產銷履歷，還去外銷，還有商品化設計，讓你產品有特色，那怎麼辦呢？你只好用這種加強自己的價值感嘛，啊、哦，那另外呢，所以聯合報說就鬥雞不漲。之前經濟部啊什麼對這些車子啊什麼都還趕快要會商啊零件了的，農業部好像一直老神在在，哦說不擔心，當時外界就說會不會有零關稅農產品來敲我們的門，結果呢當時農業部秘而不宣，農業沒有錯，它的產值是不高的，尤其台灣現在什麼半導體啊什麼農業產值不高，但是農民第一個依靠農業的農民很多都比較老啊等等，他沒有其他的辦法，另外這是感情。因為台灣大部分的，你看以前過年過節，為什麼大家都回鄉？台北市變空城，大家從鄉下來的，所以大家對鄉土是有一個感情，有一個濃厚的感情的。所以農業的問題不是只是用經濟、用什麼產值占多少來評估的。我們看一下。
農民免於這樣的一個烘乾，還有相關的集團栽培。這個問題就是這根本沒有辦法解決問題嘛，他已經賣不出去了，你還在幫他烘乾，烘乾了要賣誰？台灣的農業沒有那麼脆弱，台灣農業是有韌性的部分，收入都受到很嚴重的這個衝擊啊，整個國家犧牲了農民的權益，等於就是一個滅農的政策啊，等於就是不要叫農民啊繼續種植下去，可以改行嗎？農民可以改做什麼？台美對等貿易協定，美國寬皮乾進口關稅由35%降到10%，外傳可能會影響到國產的椪柑。不過農業部農糧署就解釋，美國寬皮乾進口期間並不是台灣柑橘的產季，而且降低關稅之後，價格還是會高於國產椪柑。以台灣從美國進口的寬皮乾來說，期間是每年的3到5月，這並不是台灣柑橘的產季，因此定位是短期的市場補充，跟國產椪柑並沒有直接的競爭關係。一娟。剛剛那個農業部長陳俊基啊，他其實呢在開拓這個開放美國花生，把它洗產地變成 MIT 這件事情哦，他說不是洗產地，是實質轉型。所以現在呢，民進黨政府的官員非常喜歡玩文字遊戲，這不知道是是走私還是超買這之後的文字遊戲之後，不知道是第幾組把洗產地可以包裝成是實質轉型。我認為你如果要開放美國的花生醬進來，你應該要讓消費者有清楚的標示，知道他買的花生醬究竟是從哪裡來的，而這樣子也才有辦法讓我們台灣真正的農產品可以跟國際一起來競爭，而不是用這種子偷偷摸摸的方式，然後呢騙社會大眾，用文字遊戲的方式硬凹說我們美國花生醬是 MIT， 那這個豈不是讓人家沒有辦法霧裡看花？回過頭來，我們去看一下今年2月哦，這個行政院出來開記者會的時候，我們的这個行政院副秘書長呢，張敦涵拿了一杯珍珠奶茶，說我們 art。談得非常好，有為有守。這一杯珍珠奶茶就是一個縮影。結果沒想到，我們現在回過頭來看到，這個珍珠奶茶用一杯珍珠奶茶就想騙我們全台灣的人民啊！剛剛這個媒體也有披露，過去這個政府的官員不但是跟汽車業者，或者是說跟其他的這個勞工業者都有座談，可是偏偏農民好像被你們當塑膠，沒有人真正在乎這些老農的心聲，然後現在還要用這個耍嘴皮的方式來去騙大家，到底未來我們還會有多少個突如其來看報紙才知道的這個花生醬也好啦，或者發芽的馬鈴薯也好啊，未來還有柑橘等等，每一個都是我們看報紙才知道的。那我們究竟對美國開放了，把這個口袋都掏出來了，開放了這麼多，我們到底得到了什麼真正的幫助呢？剛剛有提到說，包含賴清德沒有辦法過境德國、捷克，捷克這個。我們台捷友好長期一直支持我們的這個國家呢，曾經呢，他們的參議院是對2758號決議是直接的抗議中國大陸的哦，所以我不認為在這一次上面他們是抵擋不住外交上面的壓力，所以總統府又把這個壓力推回去給北京。我覺得這件事情對捷克來說，或許他們沒有辦法接受，而他們會擔心的是什麼？我覺得反而擔心的是，會不會我給中華民國方便，結果呢，我得到了一些麻煩，就如同卓榮泰要去日本看球，日本給你一個方便，結果你帶了攝影師，帶了你的發言人，然後呢操作了大內宣。我想捷克看得到吧？這個中華民國的政府官員在國際的外交處境上面，當然應該可以開大門走大路，但是同樣面對中國的打壓，為什麼蔡英文可以，賴清德不行？除了馬鈴薯啊、花生啊，我們有31項農產品，可能對美國都要大開門戶。那到底會有什麼影響？休息一下再回來。好，我們原來呢對這個配額農產品採取所謂叫 SSG， 就是對於進口超過基準量會有一個限量，進口只能有這個限量，超過這個量，或是進口價格低於基準價，就我們不能低於這個價，低於這個價，那就會要課徵額外的關稅，保護我們自己了哦。那到去年年底，台灣的花生、檳榔、家禽的雜脆。這個家畜的下腳料、紅豆、柿子、五花肉，還有乾蒜球，8類農產品實施 SSG 基準量，就是你超過量，我就要收你的關稅哦。那我們看這8項農產品，那最多的是什麼呢？最多的就是畜產的下腳料哦，家畜啦的下腳料啊，那就是你知道我們豬啊、牛啊等等它們的下腳。另外的五花肉，豬的五花肉。
也很多，花生量也非常多那現在是不是就把 SSG 都撤了呢？價錢超過價錢低也不加稅，那個量超過也不管陳俊基說我們沒有棄守但是呢，這個媒體聯合報就說，如果這樣放棄以後呢，擔心雞肉牛奶都會直接面對衝擊，白肉雞、分切市場加工肉品等等呢，下游餐飲的這個直接衝擊會非常大的因為很多東西老美不吃的，比如老美就不太吃你的五花肉他豬肉就很少，五花肉他不太吃那我們還蠻愛吃五花肉的，東坡肉那五花肉去做那你餃子肉通常也是肥的瘦的都要有那譬如說這個雞雜脆什麼東西我們很喜歡吃但是呢就加醋的雜脆那這個時候老美可能不吃這個東西所以我在美國念書的時候就買一堆豬肝，為什麼便宜我們覺得很有營養我一下子買很多，然后一小包就放在冷凍櫃，然后解凍以後就炒一炒，很好吃也很有營養但老美不吃嘛所以這就是你大量到台灣來的話，對農民這個影響就很大。所以呢，聯合報是說，你現在為了討好美國，犧牲農民，而且食安也棄守了，不只是價錢，安全這個也不查，那個也不查那除了我們先看看進口雜脆。國跟國之間，因為紐西蘭也是聯合報，我提醒一下第一個，美國鲜奶其實現在即便是有關稅情況下都蠻便宜的啦，可是到時候你保護農民，又推一些配套措施，弄到問題一堆无疾而終，千萬不要再犯類似的錯誤。根據台美貿易協定，除了花生，現在連美國牛奶都會零關稅進口。國民黨立委擔心全面壓縮酪農業空間，但相關農業輔導措施，農業部似乎還沒動作。如今 ART 在針對家禽雜碎、五花肉等免除 SSG， 未來恐將進一步從美國擴大進口，讓相關學者批評：難道是棄守 SSG 了嗎？我們不能說棄守 SSG 14種品項，那6個品項是從來沒有進口的，4個品項是關稅完全沒動的。花生跟牛奶的這個 SSG 是因為零關稅而沒有的部分，但是我們也會啟動相關的產業的升級轉型的作為。目前我國共8種產品受 SSG 保護：花生、檳榔、家禽雜碎、畜產下腳料、紅豆、柿子、五花肉及乾蒜球，其中僅家禽雜碎本來就主要來自美國進口，以豬雜為主，光114年就進口8200公噸，主要用於食品加工，如香腸、肉包跟絞肉。養豬協會就批評家禽雜碎本來使用量就沒有那麼高，若為貿易協定擴量進口後造成食材的浪費之外，更要求產地標示一定要標明清楚。我當然是反對生意人不敢進那麼多東西啦，產地標示要清楚了。你加到美國了這個東西的我們台灣人就不會去買了嘛。它不是說一個豬肉全部都 SSG， 不是 SSG 的豬肉都是大概80%。完整的這些規劃跟衝擊的一個分析，然後我們也會對產業的支持措施去做一些支持。農業部掛保證都會有完整規劃跟衝擊分析，但這ART一來，卻讓越來越多農產品面臨美國擴大進口競爭。就是我們看一下這個資料，我真的覺得政府要花一個時間把它這個完整的說清楚了因為呢，事實上有關於剛剛講到那個14項就所謂的 SSG 的內容，事實上在當年的時候是加入 WTO 的時候，我們那時候針對這14項的內容特別實施的防衛措施 SSG， 意思就是說的，剛剛趙建有講到了，當你的進口量超過基準，或是說呢過度的呢壓低價格的時候，我可以用這個加稅的方式來保衛我自己，做自我的防衛。然後的話呢，在這一次的話呢，相關的跟美國談判的時候，我方在台美的相關貿易安排下，承諾不對美國進口的產品課徵 SSG 關稅。這個是新聞當中這樣的講的所以呢，是不是這14項裡面通通都承諾不課徵了，還是只有花生，只有這個乳製品？但還有沒有只有？今天到底是怎麼回事那另外的話，我剛剛看到就是說，除了這個看起來14項當年承諾有 SSG 的，他說他棄守了，所以這個跟陳俊基講的完全不一樣。但利用我們加了一些部分說，我們承諾不會去降稅的，加的部分說有27項，但加的部分的話呢，又有出現了稻米、雞肉、蒜頭、紅豆等等。所以等於是聽起來有14項決定要開放了。
不加關稅，但有另外27項覺得好像這部分有一些傷害，所以呢決定不降稅。那到底14項是什麼內容？27項是什麼內容？我覺得他要花一次時間把它講清楚，因為你所有說你不會降稅的，現在通通都降稅，而且基本上都零關稅，包括而且都是以加工為由，你。毒馬鈴薯說啊，為了要加工哦，因為洋芋片啊，哦，這個也是加工，又不是直接吃。這個什麼薯條啦，也是加工，又不是直接吃。花生醬啦是加工啊，又不是直接吃。他們說法都是說我可以降低加工成本哦，所以是为烘焙業創造利多。問題是你為烘焙業創造利多，那問題你對這種農產品、這些農民、這些畜牧，那造成什麼樣的傷害呢？而且另外的話呢，我還看到就是說，不只是說降到零關稅，你剛才有講到說大家擔心的什麼柑橘類，還有呢什麼豬肉什麼等等其他的一些部分，那個是說不會降到零，但是降稅。是降下來，就降低關稅，所以降低關稅，它代表它進來之後，它的競爭力是變強的。所以哪些部分是零關稅，哪部分是降稅，哪部分又是特別拉出來說，哦，這邊不降的。我覺得農業部從來沒有一次講得非常清楚過。而且回到整個目前的概念來說，我們剛剛講一路談下來，簡單講，我們在台美之間的關係，最近很多爭議，我們待會會講到軍購、關稅。就是說，你今天為了要去達成你某些認為的目的，比方說在關稅部分，我們是要維持20%的這個對等關稅，所以我們很多東西都開放了。那問題是，這個開放到底對不對的？到底划不划算？你總要說清楚嘛啊！那尤其是有關於這段時間已經很久沒有談到的，我們投資多少？我們投資台積電，台積電到這個美國2年上說，現在已經要生產到1奈米以下的，已經先進到1奈米以下，已經不叫做1奈米了，叫什麼米的之類的。另外的話呢，川普又一次很驕傲的告訴大家說，晶片50%，台灣50%都會到這個那個美國去，所以我就像這些事情還沒有發生，但我們承諾了，這個又開放了那個，那到底就是你這樣的算盤算一算划算嗎？我真的不覺得划算。你坦白講，在新聞的報道當中，你說農業就是這些農民、漁民、畜牧這些業者，他們所抱怨到的，跟政府去解釋的，我寧願相信漁民，我寧願相信農民。我覺得他們的真正的生計受到影響是實質的嘛。剛剛趙燕也講到說他們是弱勢，沒錯，他們可能這個人數不多，哪一個國家沒有為自己的農民把關的？那是一個基本上來自土地的，這個是你今天如果政府不去照顧少數，不照顧弱勢，不照顧來自於土地上面這些農民的時候，你這個國家你憑什麼說你要照顧老百姓？我覺得是你去看每一個國家，日本前段時間也是一樣啊，在談關稅的時候，什麼東西不能讓，米一定不能讓。所以我覺得很多事情不是人數多寡的問題，不是這個產業的產業量這個多寡的問題。那更不用講說你軍售，你也是一樣啊，軍售這個部分什麼東西就是黑白的，就是空白授權。所以對台灣來說，我覺得真的大家要問一件事情：我們到底讓那麼多，我們換什麼？好不好？換你執政黨的利益，還是換真正老百姓的利益？除了這以外，車子啊，汽車到現在為止沒降價哦，當然現在還沒有零關稅。譬如說我們跟韓國比哈，這我有點驚訝。我們車子比韓國還貴呢，哦，他舉例，他這樣做，這個 Tesla Model 3、Toyota 這個 Sienna， 然後呢 Mercedes GLE 賓士的哈 BMW X3 跟 Infiniti QX60，它比哈，我們的車子在台灣的價錢比美國的價錢，有的貴57萬的，這個 Toyota 貴109萬的 ，Mercedes-Benz 貴140萬的，然後 BMW X3 貴85萬的。這個 Infiniti QX60 台灣比美國一輛車貴103萬，貴這麼多哦。然後韓國同樣的車子哦，韓國又比我們便宜，就是說韓國又比我們，比如說像這個 Model 3，韓國又比我們一輛便宜86萬哦。然後呢，這個 Toyota 又便宜86萬，然後呢，這個 Mercedes-Benz GLE 一輛又便宜93萬，然後呢，這個 BMW X3 又便宜104萬。那個 Infiniti QX60 又便宜121萬，我們比美國貴這麼多，韓國比我們便宜這麼多，奇怪啊，怎麼會搞成這樣子？那我們到底是怎麼回事？那我們現在這個關稅是17.5%，美國現在也沒降到0，然後呢，進口車還面臨25%到30%的關稅的貨物稅，25%到30%的貨物稅，就你有17.5%的關稅，然後再來25%到30%的貨物稅，2001cc 以上就30%，還有5%的營業稅。然後呢，如果你買的車子價格超過300萬，要支付10%的奢侈稅。以前那都是幾十年以前的規定，
這麼幾十年來，以前300萬的車跟現在300萬車怎麼會一樣呢？你那個稅還是這樣，還是10%的這個奢侈稅哦。所以消基會就講了說，政府應該立即調降汽車的關稅，要調降汽車的貨物稅。來，瑋姍是。我們可以看到，其實政府會提出非常多的配套的措施，那來想辦法幫助人民在这个整個這個衝擊的過程中會降到最低。比如說以剛剛講花生來說好了，其實美國花生進口在台灣的這個比例大概只有佔整個台灣市場的1%，所以本身其實是不多。那因為因應這個狀況，大家也會想要讓那個農民可以更加的輕鬆，所以我們之後會推動所謂的施夾交易，因為這個花生過去都是要讓它乾燥之後才有辦法交易嘛，那現在就可以推動施夾交易，或者是說在整個補助上面，可能會有更多的這個大型的乾燥機器可以讓農民來使用，所以總之就是讓農民可以降低它的生產成本，讓它在市場上面具有競爭力。那這個是政府一定要做的。那剛剛講到馬鈴薯，其實也是一樣，這完全就是個假訊息。其實我們是升高這個進口的一個所謂的標準過去在這個進口馬鈴薯的這個規範裡面，就很簡單的寫到一個，就是你只要芽體有0.5公分的這個芽的話，那你就不能夠就是進口。可是現在其實附帶了更多，包含一些檢疫的標準啊等等，所以在這個簽的這個過程當中，其實是更加嚴了這個進口的這個規範。所以我覺得大家還是要去看到這個事實哦，政府不會隨意去輕易去放開這個規定，不會輕易的讓台灣的人民不管是在食安上受害或是農民受害，我們都是絕對的把關。不過在這個全球交易的狀況之下，本來就是要你來我往，我需要一些東西貨物進到美國，美國有些貨物需要進到台灣，都一定會有這樣。那美國某個程度它也是開放了某一些台灣比較有競爭力的產品進去，那所以本來就是一個互有交易。那台灣政府可以做的就是，當農民受到衝擊的時候，該有的配套措施、該補助、該幫他升級的，我們都要做到。那如果沒有做到，那當然就是要深刻的檢討。梁美玲，你們桃園縣怎樣？說真的哈，瑋姍講的我是每一點都聽不下去哦。第一個，他剛剛講到說這個馬鈴薯的部分啊，哈，他說這升高這個檢疫標準，我跟大家要盤點一下哦。發芽的馬鈴薯的這件事情哦，在之前哦，我們就是只要有馬鈴薯發芽，整批退回。那於是呢，我們在立法院問這個卓榮泰的時候，他就說：“你們放心，好，我們這次會逐顆檢驗。”這個是清清楚楚他講的哦。怎麼逐顆檢驗呢？一個貨櫃來以後，裡面20萬顆。好，那這個要逐顆檢驗完以後，衛福部負責我們食安的衛福部，那部長就說：“哎，這個沒有辦法逐顆檢驗哦，我們食藥署會用抽驗。那這個要檢驗這個部分，請麻煩農業部。”農業部就講了，農業部說啊，這個邊境檢驗啊，如果沒有發現發芽的時候，怎麼樣，你知道嗎？請業者來逐顆檢查。業者說我要怎麼去逐顆檢查？這第一件事。第二個，我認為這個業者要去逐顆檢查幾率非常低了。第二個，萬一這個做成了加工食品以後，怎麼去把關？所以完全沒有提高這個檢疫的標準哦。有啦，說的檢疫條件這裡都有啊，全部很明確的。你不要常常喜歡這樣插話。我只是希望事實可以還原。你不要常常喜歡插話。謝謝你，但是我也希望可以還原這個狀況。那接下來呢？我想這都很清楚哦，可以去看看卓榮泰的發言了。那第二個呢？我想在今年2月13的時候，卓榮泰大動作了，開了一個記者會。那還在臉書稱讚說這個鄭麗君去談得非常好，其中完成了6大目標。第一大目標什麼？成功維繫產業國際競爭力。我們剛剛看到，我們這些有產業競爭力嗎？有國際競爭力嗎？第二個呢？大家都坐穩了，真是太好笑了。他說我們要確保糧食安全，守護國人健康。但有嗎？我們讓這個有毒的這個發芽的馬鈴薯進來，我們都知道，所有醫界都在講這個龍葵鹼，其實只要你有一顆有，其實它是會有這種傳染的情況的哦。那你看哦。這個到現在啊，因為我們這個條例要送來立法院審查了哦，所以就像打開這個潘多拉的盒子一樣，一點一滴出來了。其實我們之前就在想說，到底你還有什麼東西是開放？到底還有什麼是零關稅降稅的？現在一點一滴都出來了。所以今天不要講別人怎麼講，農民怎麼看？農民說，我們的農業已經要被滅了，這是農民非常失望、非常沉痛的呼喊哦。所以我覺得政府有沒有聽到這個聲音？再來呢，這個陳俊義說，哎，我們要輔導農民去轉作有這麼容易嗎？這個土壤啊，各方面的條件啊，那我們回到最早來說，我們都記得萊豬進口的時候，那時候蔡英文要我們吃萊豬，怎麼講的？說因為我們要加入 CPTPP， 蔡英文都已經下台多久了？都已經多久的時間了？我們現在進了 CPTPP。接下來再回來。